中年男人其实宁愿去养金丝雀，都不要去培养女人，特别是无条件的培养，因为你养出来的大概率不是爱人，而是毁掉你事业、名誉，还有你后半生的敌人。就好像拳王周、地产王 Chris 吴，他们不都是栽到了自己亲手培养的女人身上了吗？包括屏幕前很多兄弟啊，你喜欢上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你的女人，于是你给她花 money 啊，给她创业，给她介绍人脉啊，结果人家混起来了之后，反手就给你一句说咱不合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呀？我总结为8个字啊，就是预期失控，人设崩塌。听着你们可能会有点懵，是不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创业代，白手起家30-40就已经财富自由了，那这个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女人，她的年龄可能比你小10岁甚至往上，那在你们认识的1到3个月里面，她肯定会对你非常的主动啊，就哪怕她偶尔对你冷淡一下，那也只是装给你看的啊，她本身肯定是很崇拜你的，但是啊，他依然会在2种可能的这种瞬间当中，会对你产生类似于背叛的念头。第一呢，就是你的事业出现动荡的时候，就比如说最直接的嘛，你亏钱了啊，再或者说你没有亏钱，但是你最近不太顺利，然后你也没有那么多空陪他啊，再或者说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的心情也没有那么好，对吧？啊，虽然你没有明说，但是女人是很敏锐的，能够捕捉得到的。你这个男人最近事业不顺啊。或者说你这个男人最近能量很差，你再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好，第二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你无法满足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他在刚认识你的时候找你借个100块钱，你给了，然后这一次呢，他又找你借点开个美甲店，你也给了啊，然后呢，再后面美甲店亏了，他想开一个宠物店，又找你借，你自己了。在这2种情况下，他就会产生想要离开你的想法了。因为你在最强大、最愿意做出付出的时候，你会去满足他所有的愿望和要求，你给到了他一种被王子、被强男所保护般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城堡里的小公主。他不懂城堡外面的世界啊，你们男人对的那种什么商业上的厮杀呀，还有算计啊，这些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说的直白一点吧，啊，就是他被你宠得有点上天了。一个活在浪漫主义中的女人，她是很难去共情在现实战场中的那个拼杀那个男人的。所以说，当他发现你的事业不太顺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会觉得继续跟着你一个男人，好像是风险很高的一场豪赌。再或者说，他会想切换到一个更安稳的环境当中去，或者说想找一个更有安稳感、安全感的一个另外的王子去保护他。然后呢，他就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维护自己的这个社会风评，就会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比如说你在事业上升期，我也不想连累你反正他是绝对不会承认放弃你是因为你价值没有那么高，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高了，在他心目中没有那么强了。这是为什么很多兄弟你给这个女人花了大量的这个 money， 结果就在某一天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他就想要跟你断掉关系了但是换做那部分我的深度观众，或者说跟着我做过提示的那一群兄弟，他们不再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了，哪怕他们走的就算是纯物质赛道即便给女生她确实花了不少 money， 但是对方也不可能想要离开她那怎么做到的呢？那我今天可以在这里简单讲一下因为我呢会让他们在最开始接触女人的时候，就给这个女人一种感觉，就是我不是保护你的王子我俩是在合伙开公司，我要合作共赢，这玩意儿我称之为是老板思维。简单来说呢，就是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非常牛逼的公司，就是世界500强的那种，然后女人呢她是来跟你合伙做生意的你肯定不会上来就给她买车买房吧虽然你买得起，但是真的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对于女人来说，她跟你合作过的这份履历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优势了。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的名声、你的流量就是对她最好的奖励。等哪天她跟你分手了，还会有很多男人会因为你的名号去更加给予她。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就比如说王校长那些前女友，可能本身也就只是个18线小明星，或者是一些不知名的一些网红。当然只要他跟过王校长之后，哪怕分手了，别人也会说他是王校长的前女友那应该很优秀吧肯定是高价值，那肯定顶美了。看懂我的意思没有？对于女人来说，待在高价值男人身边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因为这种履历会让她成为一种社交认证
会变相的给他自己赋能。所以说，你身为一个高价值男人，你就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你们在一起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彼此最好的成长，对吧？并且你要让这个女人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让她知道只要跟在你的身边，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看不见的好处。那这个时候，即便你在某一天你好像出现了一些变故啊，或者说你减少了一些付出，她呢也不会说因此就拒绝你、离开你，或者说是背叛你。那具体应该怎么落地呢？肯定不是直接跟他说什么跟在我身边对你有好处啊，这有点太缺心眼了。你可以试试这么跟他讲，你说我希望你待在我的身边啊，就这段时间呢，我希望你收获到的不只是当下的陪伴和照顾，而是往后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有被人尊重的底气啊，这份底气呢比任何礼物都要管用。那这里有几个重点啊，第一，全程说话不可以有任何的高傲，不要摆出那种我是为了你好的高姿态，这只会激发起女人的一个叛逆心理。第二，这种话呢，3分靠说，7分是靠做的。你要是自己啥也不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些话就是自取其辱啊！你得先有这个价值，再去说这个话，再去立规矩。你要是没这个价值，硬说这种话，那叫做跳梁小丑啊！这个是为什么焦哥从不讲套路，而喜欢给你们讲人性。因为对于男人来说，不管是谈恋爱还是搞事业，本质上其实都是在跟人打交道，对不对？都是在跟人做竞争，对不对？你学的是套路的话，那只能是一门通门门松。但如果说你学的是人性，那就是一力破万法，你能够抓住大部分普通男人抓不住的人性盲区，然后从根源性去建立吸引，去创造一段优质关系。所以说兄弟们，保持努力，保持提升。我是焦哥啊，多学人性，多用人性，